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1. 伦敦开始审理针对柴油车的操纵案。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10月13日，5家大型车企在伦敦高等法院接受审判，这是柴油门丑闻爆发10年后的首次集中审理。这起集体诉讼可能扩大至涵盖14个汽车品牌的180万客户。被告车企被指控在柴油车中安装排放作弊软件，在实验室测试时降低排放，但路面行驶时却大幅超标。欧洲法院今年8月裁定，即使车辆符合欧盟标准，使用温度敏感排放软件仍属违法。从2015年大众柴油门震惊全球，到如今多家车企集体受审，这场持续10年的环境欺诈丑闻会对全球汽车行业的诚信体系造成什么长远冲击？汽车行业分析师认为，此案判决将成为全球汽车制裁的标杆，促使车企建立更严格的内部合规机制，消费者维权意识也将显著提升。2. 美国议员因国家安全担忧寻求限制与中国的研究合作。据 WFAA 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近期密集推动中国州法案审议，计划通过一系列措施限制中美科技合作。这些法案内容包括减少对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的依赖，限制中国电动汽车和无人机进口，禁止中国公民购买美国农田，加强敏感技术出口管制。拜登政府在任期最后阶段持续发布出口管制新规，全力构建针对中国人工智能及半导体行业的技术壁垒。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中国行动计划引发华裔学者恐慌，到如今两党一致推动科技脱钩，这种将学术研究政治化的做法，会对全球科学合作造成什么不可逆的伤害？科技政策专家指出，过度的安全审查正在损害美国科学界的开放传统和对全球人才的吸引力，长期将削弱美国自身的创新能力。3. 卫星传输未加密的通话、短信以及敏感的军事和企业数据。据连线杂志报道，最新安全研究披露，大量传输至地球静止轨道卫星的数据并未加密，黑客使用价值约$800的消费级设备即可轻松拦截。德国白帽黑客在安全会议上成功演示了如何拦截美国一星系统的短信，并以约4公里精度定位用户，甚至包括美国国防部员工的通信内容。这意味着全球数百万卫星通信用户的通话、商业机密，甚至军事情报都可能在裸奔状态下被实时窃听。从民用到军事领域都严重依赖卫星通信的今天，这种基础设施层面的安全漏洞会给国家安全和商业机密保护带来什么灾难性后果？网络安全专家警告，卫星通信加密的缺失已成为全球性安全盲区，各国必须立即强制要求卫星运营商升级加密协议，否则将面临大规模情报泄露风险。4. 澳大利亚科学家改进詹姆斯韦伯望远镜的视野。据对话网报道，澳大利亚天文学家团队成功开发出新型数据处理算法，显著提升了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的观测能力。这项技术突破能够从韦伯望远镜拍摄的深长图像中提取更多细节信息，帮助科学家更清晰地观测早期宇宙中的遥远星系。韦伯望远镜自2022年发射以来，已发现多个不应该存在的古老巨型星系，颠覆了传统宇宙演化理论。今年3月，该望远镜更是探测到大爆炸后仅3亿年的在电离证据，将宇宙黎明时代推前了数亿年。这次澳大利亚团队的算法改进会为破解早期宇宙形成之谜带来什么突破性发现？天文学家认为，增强的数据处理能力将帮助识别更多隐藏在噪声中的微弱信号，可能揭示第一代恒星和星系的形成机制，重写宇宙诞生初期的历史。5. Sora 2的逼真 AI 视频生成引发版权和深度伪造担忧。据 ZDNet 报道， OpenAI 推出的 Sora 2视频生成工具在5天内下载量突破100万，但立即引发全球版权争议风暴。美国电影协会10月7日紧急要求 OpenAI 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日本政府也正式发函抗议该工具生成大量高度相似日本动漫内容。更令人担忧的是 ，Sora 2能够制作几乎无法辨别真伪的超逼真视频，
被批评者称为给深度伪造配备了公关团队和发行渠道。好莱坞制片厂对其版权政策表示强烈反对，迫使 OpenAI 紧急修改敏感内容的提示词处理方式。从 ChatGPT 掀起 AI 革命，到 Sora 2让虚假视频泛滥成灾，这种没有规则约束的技术狂奔，会对真实信息和创意产业造成什么毁灭性打击？媒体伦理专家警告，当任何人都能轻松制作逼真假视频时，社会将面临信任危机，急需建立强制性水印标识和内容溯源机制，否则真相将彻底消失在 AI 生成的信息洪流中。6. 海运国家齐聚伦敦，制定全球航运化石燃料法规。据美联社报道，国际海事组织成员国代表近期在伦敦召开关键会议，就全球航运业脱碳时间表展开激烈博弈。欧盟已率先实施 Fuel EU 海运燃料法案，要求2025年船舶燃料温室气体强度降低 2%， 到2050年降幅达 80%。国际海事组织也设定了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雄心目标。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国家联名反对无差别征收碳税，强调应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从2023年航运业被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到2025年成为全球海运绿色转型关键年，发达国家主导的激进减排方案会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竞争力和经济发展造成什么不公平冲击？航运政策专家指出，强制性碳税可能大幅推高发展中国家的物流成本，加剧全球经济不平等，必须建立差异化的减排路径和技术援助机制，确保公平转型。7. 泄露报告披露，俄罗斯今年在乌克兰损失超过28万1000名军人。据 Hot News 报道，俄罗斯独立媒体 Mediazona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8月底，俄军在乌克兰战场已确认死亡超过12.5万人，但实际阵亡数字可能已超过22万。研究机构按照1:3.5的伤亡比例推算，俄军总伤亡人数已突破67万人。2025年上半年，俄军平均每天损失278人，与2024年下半年持平，显示战争烈度丝毫未减。从2022年2月战争爆发至今，这场持续3年多的冲突已让俄罗斯付出惨重代价。俄罗斯政府对伤亡数据严格保密，独立媒体只能通过社交网络讣告，地方媒体报道艰难统计。这种前所未有的人员消耗速度会对俄罗斯的人口结构和社会稳定造成什么长期创伤？军事分析专家指出，如此规模的持续损失将导致俄罗斯劳动力严重短缺，加剧人口老龄化危机，并可能引发社会对战争的质疑情绪，动摇政府的执政根基。8. 罗马尼亚国防战略瞄准混合战争和腐败。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罗马尼亚2025年全面调整国防战略，将应对混合战争威胁和清除军队腐败列为双核心目标。罗马尼亚国防部今年加速推进总额超过25亿欧元的步兵战车采购项目，计划8年内装备298辆现代化战车，并从英国接收第2艘扫雷舰。与此同时，罗马尼亚前总统候选人杰奥尔杰斯库公开警告，北约在康斯坦察扩建的空军基地正将罗马尼亚变成对俄战争之门。他甚至指控北约试图从罗马尼亚发动第3次世界大战。这位被禁止参选的亲俄候选人去年竟在首轮投票中领先，凸显民众对战争风险的深刻担忧。在北约东翼最前线，罗马尼亚这种一边重金扩军，一边内部严重撕裂的状态，会对区域安全稳定带来什么不可预测的风险？安全问题专家认为，罗马尼亚国内政治分裂可能削弱其作为北约东翼支柱的作用。民粹主义和反战情绪上升，将使该国在面对混合战争威胁时更加脆弱。9. 母亲的声音促进早产儿大脑的语言发育。据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报道，最新神经科学研究证实，母亲声音对早产儿大脑语言区域发育具有独特促进作用。研究团队发现，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中父母语言输入频率，尤其是母婴对话次数，能显著提升早产儿在12月龄和24月龄时的表达性词汇能力。0到3岁是儿童听觉、语言和认知能力发展的关键期，早产儿因神经系统发育不成熟，面临更高的听力障碍和语言发育迟缓风险。
研究强调，父亲词汇频率和母婴对话质量比总体成人词汇量更重要。过多嘈杂环境反而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从过去认为早产儿需要绝对安静，到如今科学证明母亲声音是神经营养剂，这一发现会如何改变全球新生儿重症监护的护理标准？儿童发育专家强调，这项研究为优化新生儿监护环境提供了循证依据。医院应鼓励父母，尤其是母亲，在监护期间多与早产儿进行高质量语言互动，这将显著降低语言发育迟缓风险。SpaceX 在德克萨斯州完成第11次星际飞船试飞。据德国之声报道， SpaceX 于10月13日在德克萨斯州新港基地成功完成星际飞船第11次试飞，这是该公司在经历多次失败后的重大转折。2025年上半年，第二版星际飞船曾连续3次在飞行中途失败，直到8月第10次试飞才首次实现完整着陆。此次试飞成功突破了大气层载入这一关键技术瓶颈，飞船在高温重返过程中保持完整并与地面持续通讯。马斯克计划将星际飞船打造成完全可重复使用的太空运输系统，每次发射成本有望降至传统火箭的1%。然而 ，NASA 的登月计划正面临时间压力 ，SpaceX 必须加速技术成熟。从爆炸失败到成功着陆，这种快速迭代、接受失败的激进策略，会给传统航天工业带来什么颠覆性冲击？航天专家认为，星际飞船的成功将彻底改写太空经济规则，大幅降低卫星部署、太空旅行和深空探索的成本门槛，加速人类成为多行星物种的进程。11. 特朗普政府促成亚伯拉罕协议，扩大阿以外交关系。据雅虎新闻加拿大版报道，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将中东作为首访目的地。5月中旬密集访问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3国，3天内拿下超过2万亿美元投资协议。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推动的亚伯拉罕协议，促成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如今他企图进一步扩大这一框架，但有意绕开传统盟友以色列。今年1月，特朗普就职前夕成功促成以色列与哈马斯停火协议，企图将其作为中东外交新起点。然而，特朗普在利雅得呼吁尽快结束加沙战事时，内塔尼亚胡却宣布以军将全力进入加沙，双方公开分歧引发关注。从第一任期极端偏袒以色列，到如今美以关系微妙变化，这种以经济利益为导向，将巴勒斯坦问题边缘化的外交策略，会对中东和平进程造成什么深远破坏？中东问题专家指出，亚伯拉罕协议绕过巴勒斯坦问题的做法只是暂时掩盖矛盾，无法解决根本冲突。美国过度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将持续损害其在阿拉伯世界的公信力。12.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指控前总理卡西亚诺夫和意见人士霍多尔科夫斯基企图暴力夺权。据 Hot News 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0月15日突然宣布，对普京第一任总理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前首富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等多名流亡意见人士提起刑事诉讼，指控他们暴力夺权和组织恐怖组织。被起诉的还包括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记者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等20多位知名人士，全部被俄罗斯政府标记为外国代理人。FSB 声称，这些人在2022年2月组建的反战委员会旨在暴力推翻俄罗斯宪政秩序。然而，该组织当年发布的声明只是呼吁国际社会追究侵乌战争责任人，要求将参与入侵的俄军将领和政治领导人列为战犯。从2022年战争爆发后的温和抗议，到2025年被扣上恐怖组织的帽子，克里姆林宫这种将和平反战声音妖魔化为暴力威胁的做法，会对俄罗斯国内意见空间造成什么毁灭性打击？俄罗斯问题专家指出，这是普京政权对流亡反对派进行的又一轮政治清洗，旨在彻底消除任何反战声音，为长期战争动员铺平道路，标志着俄罗斯进一步滑向集权统治的深渊。13. 特朗普将出席东盟峰会，商讨泰柬停火协议。据德干先驱报报道，特朗普7月26日以关税威胁迫使泰国和柬埔寨坐上谈判桌。7月28日，两国在马来西亚同意停火。
这场持续5天的边境冲突导致至少36人死亡，30万平民被迫疏散。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大肆邀功，我在短短6个月内就结束了多场战争，我很自豪成为和平总统。然而真相是，停火会议由马来西亚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主持，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也出席并发言。泰国代总理起初表态，原则上同意停火后立即补充，感谢特朗普关心，但不希望第三国介入。从粗暴施压到抢夺功劳，特朗普这种将外交变成交易，用关税绑架主权的做法，会对国际秩序和多边主义带来什么破坏性冲击？国际关系专家指出，特朗普的交易式外交虽然短期内可能促成停火，但完全绕开联合国和东盟等多边机制，破坏了国际规则基础，长期将削弱全球治理体系的有效性。14. 最高法院允许治安法官收集证人的声音样本。据 Live Law 报道，印度最高法院10月14日作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明确治安法官有权要求证人提供声音样本，而不仅限于被告。由首席大法官巴尔加瓦伊和 K 维诺德前德兰大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强调，声音样本与指纹、笔记、DNA 一样，属于物质证据而非证言证据，因此不违反宪法第20条第3款关于不得自证其罪的保护。此案源于2021年一起年轻女性死亡案件，警方申请提取关键证人的声音样本与录音对话比对。加尔各答高等法院曾驳回该申请，理由是类似问题正等待最高法院大法官席审理。然而最高法院明确指出，不能因为案件待审就无视2019年里特什辛哈案的先例。该判例已赋予司法治安法官这一权利，从仅针对被告到扩展至所有证人。这一裁决会对刑事调查权力边界和公民隐私权保护带来什么深远影响？法律专家认为，虽然该裁决有助于提高证据收集效率，但也可能导致调查权力滥用，必须建立严格的司法监督机制，确保声音样本采集仅限于必要情况且不侵犯个人基本权利。15. 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可能发现了由暗物质驱动的恒星。据科学日报报道，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在早期宇宙中发现了3个可能由暗物质粒子提供能量的暗星候选天体。这一发现可能改写宇宙演化理论。传统恒星通过核聚变发光，而暗星则由暗物质粒子湮灭释放能量。韦伯望远镜自2022年发射以来，持续颠覆天文学认知。它在大爆炸后仅数亿年的时代，发现了本不应该存在的巨大成熟星系。今年3月更是将宇宙在电离时间推前至大爆炸后 3.3 亿年。这些古老天体的质量和成熟度远超现有宇宙演化模型的预测。天文学家们陷入困惑，如果暗星真的存在，意味着暗物质不仅塑造了宇宙结构，甚至直接点亮了第一批恒星。这会如何改变我们对宇宙黑暗时代的理解？天体物理学家认为，暗星的发现将为暗物质性质提供直接证据，帮助解释早期宇宙中大质量星系快速形成的谜团，可能彻底重构宇宙第一代恒星的理论模型。16. 谷歌在印度建立美国以外最大的人工智能中心。据瑞士广播电视台报道，谷歌10月14日宣布，将在未来5年内投资150亿美元，在印度南部安德拉邦维沙卡帕特南市建设美国境外最大的人工智能枢纽。谷歌云执行长托马斯·库里安在新德里的发布会上强调，这座1吉瓦级数据中心计划在2年内建成，并最终扩大到数吉瓦规模。印度人工智能市场正快速增长，预计到2025年底，网络用户将突破9亿人。安德拉邦已完成 1.6 吉瓦数据中心投资，计划到2029年实现6吉瓦总容量目标。从硅谷到印度南部，谷歌这一史无前例的投资压注，背后是与 OpenAI、微软、Meta 等巨头在全球 AI 算力竞赛中的激烈厮杀。在中美科技对抗加剧、供应链重组的大背景下，这会如何重塑全球 AI 产业版图？科技战略专家认为，印度凭借庞大的理工科人才储备、相对较低的能源成本和政府大力支持，正在成为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节点。这将加速 AI 产业从美国单极向多极化转变。17.
欧洲人权法院命令俄罗斯向格鲁吉亚支付 2.53 亿欧元。据自由比利时报报道，欧洲人权法院10月15日作出历史性裁决，判令俄罗斯因2008年对格鲁吉亚的军事占领和人权侵犯，向格鲁吉亚支付超过 2.53 亿欧元赔偿。这起诉讼涉及俄罗斯在2008年8月短暂战争期间及之后对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两个分离地区的占领行为。法院认定俄罗斯在占领区犯下大规模人权侵犯罪行，包括强制驱逐格鲁吉亚族平民、摧毁房屋财产、任意拘留和虐待等行为。这是欧洲人权法院针对俄罗斯作出的最高额赔偿判决之一。然而，自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后，俄罗斯已退出欧洲委员会，拒绝执行欧洲人权法院判决。从2008年格鲁吉亚战争到2025年判决，历时17年的司法程序，最终换来一纸无法执行的判决书。这会对国际法的权威性和受害国寻求正义的信心造成什么致命打击？国际法专家指出，俄罗斯系统性无视国际司法裁决，凸显了当前国际法执行机制的根本缺陷。大国可以肆意践踏国际规则而不受惩罚，这将瓦解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根基。18. 俄罗斯准备在境外动员志愿预备役军人。据自由比利时报报道，俄罗斯国防部10月14日通过一项史无前例的法案修订，首次允许将志愿预备役部署到境外作战。这标志着莫斯科突破了自身法律红线。根据俄罗斯法律，动员预备役公民只能在国家正式宣战后用于保卫本土。这支人力动员储备由自愿签约的俄罗斯平民组成，他们接受定期军事训练并获得经济补偿。原本按法律只能在俄罗斯领土上作战，如今克里姆林宫一纸法案就绕过战争状态的宪法约束，将这些志愿者直接送往乌克兰前线。从2022年坚称特别军事行动到如今暗度陈仓扩大动员，俄罗斯这种不断突破法律底线，用文字游戏掩盖战争本质的做法，会对其国内社会契约和民众信任造成什么不可逆的撕裂？俄罗斯问题专家警告，克里姆林宫持续侵蚀法治和社会契约，正在透支民众对国家的最后信任。一旦战争失利或经济崩溃，这种信任危机可能引发难以预测的社会动荡。19. 全球神经系统疾病影响超过30亿人。据瑞士资讯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分析柳叶刀神经病学2024年3月发布的研究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超过30亿人患有神经系统疾病，占全球人口1/3以上。神经系统疾病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致病致残原因，超过心血管疾病和癌症。这一庞大类别包括中风、痴呆、偏头痛、帕金森病、癫痫、脑膜炎、多发性硬化等数百种疾病，其中仅中风和痴呆就导致的残疾调整生命年占所有神经系统疾病的60%以上。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加速，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数量正以惊人速度增长，从过去被忽视的小众领域到如今成为全球头号健康威胁。这一转变会对各国医疗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造成什么压倒性负担？公共卫生专家警告，神经系统疾病的持续增长将导致医疗资源严重短缺和家庭护理危机。各国必须大幅增加神经科学研究投入，建立完善的长期护理体系，否则将面临社会功能崩溃的风险。20. 望远镜阵列揭示 OJ287 星系中合并黑洞周围的弯曲等离子体喷流。据科学日报报道，国际天文学家团队利用 Radio Astron 太空射电望远镜和27个地面观测站组成的比地球更大的虚拟望远镜，首次拍摄到距地球50亿光年外 OJ287 星系核心的惊人图像。观测揭示了一条此前从未见过的剧烈弯曲等离子体喷流，证实该星系中心存在2个正在合并的超大质量黑洞。这些喷流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喷射，内部存在难以想象的能量级别和冲击波。OJ287 的亮度变化已困扰天文学家150多年。科学家怀疑2个黑洞相互绕行时产生的引力扰动导致了周期性爆发，这是人类首次成功拍摄到黑洞双星系统的直接图像。此前天文学家只能拍摄单个黑洞。这一突破会如何改变我们对星系演化和引力波产生机制的理解？
天体物理学家认为 OJ287 为研究黑洞合并过程提供了绝佳实验室，这些双黑洞系统最终合并时将产生强烈引力波，理解其动力学过程对探测引力波信号至关重要。21. 罗伯特·肯尼迪 RFK-Jr.B 散布虚假言论，称包皮环切和泰诺与自闭症有关。据洛杉矶时报报道，特朗普政府卫生部长提名人小罗伯特·肯尼迪近期在社交媒体上散布多项伪科学言论，声称新生儿包皮环切术和常用退烧药泰诺对乙酰氨基酚与自闭症存在因果关系。医学界对此强烈谴责，儿科专家明确指出，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这些说法。美国儿科学会强调，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其成因主要涉及遗传因素，与包皮环切或泰诺使用完全无关。肯尼迪长期宣扬反疫苗阴谋论，声称疫苗导致自闭症，尽管这一说法已被大量科学研究彻底驳斥。从反疫苗运动到如今攻击常规医疗操作，这位即将掌管美国公共卫生系统的官员持续散布医学谣言，会对公众健康决策和疾病防控造成什么灾难性后果？公共卫生专家严正警告，肯尼迪若真正就任卫生部长，其反科学立场可能导致疫苗接种率下降、传染病爆发，甚至让父母因恐慌而拒绝必要的医疗干预，严重威胁儿童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22. 剑桥科学家培育出可产生血细胞的人类胚胎模型。据 BBC 报道，剑桥大学科学家团队成功利用干细胞培育出能够产生血细胞的人类胚胎模型，这一突破性进展无需精子和卵子参与。这些合成胚胎相当于人类发育最早阶段的结构，虽然没有跳动的心脏或大脑，但具备后来可形成胎盘、卵黄囊和胚胎本身的细胞。研究团队表示，这项技术可能帮助科学家深入理解流产原因和遗传疾病机制，为不孕不育治疗提供新思路。然而，这一成果立即引发激烈的伦理争议。合成胚胎目前在全球大多数国家不受法律保护，处于监管真空地带。部分未参与研究的科学家甚至称这项技术令人不寒而栗。从自然生命到实验室造物，当人类拥有了创造生命的能力，却缺乏伦理边界时，这会对人类尊严和生命定义带来什么颠覆性冲击？生物伦理学家警告，合成胚胎技术必须建立严格的国际监管框架，明确研究边界和应用范围，否则可能导致不可控的伦理灾难，包括商业化生殖、设计婴儿等争议性应用。23. 普利亚大区凭借其公共新生儿基因组筛查项目引领世界。据南方新闻报报道，意大利普利亚大区推出的公共新生儿基因组筛查项目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该项目将基因测序技术纳入常规新生儿筛查体系。传统新生儿筛查主要依靠生化指标检测数十种代谢性疾病，而基因组筛查可识别数百种罕见遗传病，大幅提高早期诊断率。全球多个国家正在探索新生儿基因组测序项目，但普利亚大区在公共医疗体系内大规模实施这一技术，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借鉴模式。这一创新策略不仅能填补传统筛查未能覆盖的疾病空白，还能为罕见病患儿提供更及时精准的医疗干预。当基因筛查从实验室走向产房，从基因医疗变成普惠服务，这会如何改变人类对疾病预防和精准医疗的认知？遗传学专家认为，大规模新生儿基因组筛查将彻底改变罕见病诊疗模式，但同时必须警惕基因歧视、隐私泄露等风险，需要配套完善的法律保护和伦理审查机制。24. 新型伤寒和沙门氏菌疫苗在临床试验中显示出希望。据太阳哨兵报报道，针对伤寒或非伤寒沙门氏菌的创新多表位疫苗在临床试验中展现出良好效果。现有伤寒疫苗存在保护效力有限、免疫持续时间短等局限性，而非伤寒沙门氏菌引发的食源性疾病在欧洲呈上升趋势，却一直缺乏有效疫苗。研究人员设计的新型多表位疫苗能够针对多种沙门氏菌血清型提供交叉保护，有望同时应对伤寒和食源性沙门氏菌感染。沙门氏菌每年在全球造成数百万例感染病例，抗生素耐药性日益严重，使得疫苗预防显得尤为重要。从单一菌株疫苗到广谱多表位设计，
这一技术突破会如何改变我们对抗细菌性传染病的策略？传染病专家指出，多表微疫苗技术的成功将为其他细菌性疾病疫苗研发提供新思路，尤其在抗生素耐药性全球蔓延的背景下，疫苗预防策略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25. 微软推出逼真的 AI 图像生成器 MyImage1。据金融快报报道，微软10月14日正式推出首款自研 AI 图像生成模型 MyImage1，这标志着微软开始大幅降低对长期合作伙伴 OpenAI 的依赖。该模型在生成逼真图像方面表现出色，尤其擅长创建自然光照效果和景观场景。目前 MyImage1正在 Marana 平台进行测试，微软计划很快将其整合至 Copilot 和 Bing 图像创建器中。从完全依赖 OpenAI 的 DALL-E 技术，到如今自主研发图像生成模型，微软这一战略转向背后是科技巨头们在 AI 领域日益白热化的竞争。在 OpenAI、谷歌、Meta 等竞争对手持续推出更强大 AI 工具的背景下，微软不再满足于做投资人角色。这种从合作到自研的转变，会对全球 AI 产业联盟格局带来什么连锁反应？AI 产业分析师认为，微软的自研策略将加速 AI 技术的多元化发展，打破对单一技术供应商的依赖，但也可能导致行业标准碎片化，增加开发者的技术整合成本。26. 世卫组织报告显示，抗生素耐药性上升威胁常见感染。据芬兰广播公司报道，世界卫生组织10月13日发布最新报告警告，2023年全球实验室确认的细菌感染中，1/6对抗生素治疗产生耐药性。研究显示，2021年全球有114万人直接死于抗菌药物耐药，471万人的死亡与耐药相关。更令人震惊的是，如果不采取有效干预措施，从2025年到2050年，抗生素耐药将直接导致3900万人死亡，相关死亡人数高达 1.69 亿。70岁以上老年人群成为重灾区。2021年耐药菌感染死亡人数较2019年显著上升，从青霉素拯救无数生命，到如今超级细菌让常见感染变成致命威胁，人类正在输掉这场与微生物的军备竞赛。当抗生素逐渐失效，我们是否即将回到前抗生素时代的医疗黑暗期？公共卫生专家强调，必须立即采取多管齐下的措施，减少抗生素滥用，加强感染预防，推广疫苗接种，加速新型抗菌药物研发，否则人类将面临小伤口感染也可能致命的灾难性后果。27. 澳大利亚讨论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联邦议会2024年11月28日通过2024网络安全社交媒体最低年龄修正案，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 Facebook、Instagram、X 等主流社交媒体平台。该法律将于2025年11月正式生效，这是全球最严格的社交媒体年龄限制法案。总理阿尔巴尼斯声称，此举是为了保护青少年心理健康，让孩子们放下电子产品，回到足球场。然而，这一法案引发巨大争议 ，Meta 等科技巨头警告，仓促执行可能适得其反。儿童福利机构担心禁令会孤立残疾儿童和边缘群体。批评者指责执政工党为2025年大选拉拢家长选票。从保护未成年人到限制信息自由，当政府用一刀切的方式强制断网时，这会对数字时代青少年的社交发展和信息获取权带来什么不可逆的影响？青少年心理专家警告，简单粗暴的年龄禁令无法解决社交媒体危害问题，反而可能驱使青少年转向地下渠道，削弱家长监管能力。真正需要的是数字素养教育和平台责任监管的双管齐下。28. 瑞典在北部建立战略粮食储备。据瑞典电视台报道，瑞典农村事务大臣库尔格伦9月18日宣布，瑞典将拨款约6500万美元在北部地区建立国家战略粮食储备，以应对战争或危机状态。这是瑞典自2025年初推出史上最大规模国防法案后的又一重大安全举措。瑞典政府已承诺到2030年向军事防御投入超过1700亿瑞典克朗，国防开支将在2028年达到 GDP 的 2.6%。从中立国到北约新成员，从和平发展到全面备战，
瑞典这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战备动员背后，是对俄乌战争溢出效应的深刻忧虑。当一个以福利国家著称的北欧发达国家开始囤积粮食准备战争，这会对整个欧洲的安全感知和政策走向带来什么深远影响？安全战略专家指出，瑞典的战备升级标志着欧洲冷战后安全观的根本性转变。北欧国家正从和平红利期全面转向战争准备期，这将引发整个欧洲的军备竞赛和社会心理转型。29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杠杆交易导致加密货币市场损失数十亿美元。据瑞典日报报道，2025年10月10日晚间，全球宏观经济事件引发加密货币市场极端波动，短短90分钟内集体暴跌，比特币跌破11.1万美元关口。据币安交易所披露，这场暴跌导致全球范围内爆仓超8.4亿美元，超过16.6万投资者被强制平仓。币安紧急启动补偿机制，2批补偿总额高达2.83亿美元，用于弥补因资产脱钩和系统延迟受损的用户。这场灾难性崩盘源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和高杠杆交易的致命组合，大量投资者使用数十倍杠杆压住市场继续上涨。当地缘风险突然爆发时，连锁爆仓瞬间引发流动性危机，从暴富神话到顷刻破产。当加密货币市场沦为赌场式投机工具时，这会对普通投资者信心和金融稳定带来什么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专家警告，加密货币市场的极端波动性和高杠杆文化已成为全球金融系统的潜在炸弹。各国必须建立更严格的杠杆限制和投资者保护机制，防止投机狂热演变成社会危机。30和平协议签署后，在加沙和以色列有家人的加拿大人经历了激动的一天。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10月9日，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后，在加拿大有亲人身处加沙和以色列的家庭经历了情感起伏的一天。这份停火协议结束了自2023年10月7日爆发以来持续近2年的血腥冲突。哈马斯袭击造成近1200名以色列人死亡，251人被劫持为人质。以色列随后的报复行动在加沙造成超过4万人死亡。协议规定首阶段停火6周，释放以色列人质以换取部分巴勒斯坦被拘留者。但仅3个月后的2025年3月18日，以色列就突然撕毁协议，再度攻击加沙。特朗普甚至公开表示要接管加沙，并将200万巴勒斯坦人永久迁移。从短暂和平到协议破裂，当停火沦为喘息时间而非真正和解时，这会对巴以冲突的长远解决和中东和平进程带来什么毁灭性打击？中东问题专家指出，没有解决巴勒斯坦建国问题的停火协议只是暂时掩盖矛盾。以色列的强硬政策和美国的偏袒立场将使巴以冲突陷入更深的仇恨循环，真正和平遥遥无期。31美国吊销50名墨西哥官员签证以打击贩毒集团。据卫报报道，美国政府近期吊销约50名墨西哥官员的签证，理由是他们涉嫌与贩毒集团勾结或妨碍美国打击毒品走私行动。这是特朗普政府对墨西哥施压的最新举措。今年8月，墨西哥已应美方要求驱逐26名美国通缉的贩毒集团高级头目。墨西哥毒品战争已演变为全球性灾难，贩毒集团武装对抗军队，绑架虐杀女市长，甚至包围警局，迫使释放毒枭之子。2024年，墨西哥前公安部长因收受西纳罗亚贩毒集团数千万美元贿赂，在美被判38年监禁，凸显腐败渗透之深。更讽刺的是，墨西哥政府披露74%的贩毒集团武器来自美国。从墨西哥官员沦为毒贩保护伞，到美国用签证武器施压，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打击方式会对墨美关系和毒品战争带来什么长远影响？拉美问题专家指出，美国一边向墨西哥输出枪支，一边指责其毒品泛滥的虚伪做法无助于解决问题。只有切断武器供应，减少毒品需求，并支持墨西哥建立廉洁政府，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贩毒集团。9月，中国电动汽车出口翻番，拓展至欧洲和东南亚。据财富杂志报道，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在2025年持续强劲增长，以2月出口额达74.07亿美元，同比增长5.62%。
尽管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高额关税，但中国车企通过本地化生产和技术输出巧妙破局。比亚迪4月在欧洲纯电动车注册量首次超越特斯拉，同比暴增169%。在东南亚市场，中国品牌更是势如破竹。比亚迪在泰国投资建厂，带动50余家配套企业落户，短短3年将泰国电动车渗透率从1%推升至13%。中国品牌占据90%市场份额，从产品输出到技术引领，再到生态共建，中国车企正在改写全球汽车产业规则。当欧洲传统汽车巨头在电动化转型中步履蹒跚时，中国品牌的全球扩张会对百年汽车工业格局带来什么颠覆性重塑？汽车产业分析师认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技术优势和成本竞争力已形成系统性领先。欧美贸易保护只能延缓，但无法阻止中国品牌的全球化进程。未来10年，全球汽车产业中心将加速向亚洲转移。33，精锐军事部队夺取马达加斯加政权。据瑞典日报报道，马达加斯加10月12日爆发军事政变，精锐部队 CAPSAT 的迈克尔·兰德里亚尼里纳上校率装甲部队加入持续3周的大规模反政府抗议。这支特种部队宣布任命德摩斯提尼皮库拉斯将军为陆军首领，但其他军事指挥部尚未表态，政变是否成功仍存变数。总统拉乔丽娜紧急发表声明，谴责非法武力夺权企图，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并强调对话是唯一出路。此次动荡源于一个自称马达加斯加 Z 世代的团体发起的街头抗议，矛头直指生活成本危机和政府腐败。从和平示威到军队哗变，从经济不满到政权更迭，这场突如其来的政变会对这个印度洋岛国和整个非洲的政治稳定带来什么连锁反应？非洲政治专家警告，马达加斯加政变凸显非洲民主制度的脆弱性。在经济困境和青年失业加剧的背景下，更多非洲国家可能面临类似动荡。国际社会必须支持经济发展和善治，而非仅关注政权更迭本身。34，基金会承诺投入5亿美元，优先考虑人工智能开发中的人类需求。据美联社报道，该名为 Humanity AI 的联盟一致承诺在未来5年投入5亿美元，引导人工智能开发更多关注人类需求而非纯利润。该基金会将优先资助5大领域：民主、教育、艺术保护、就业与个人安全，挑选符合条件的组织开展实验和项目。此举来自对 AI 快速商业化、一意孤行的担忧，大厂以效率优先，边缘人群被忽略。回顾历史，过去10年 AI 投资多集中于效率、广告、算法模型竞争，少有关注社会价值的资本注入。如今这份资金承诺被视为对利润驱动 AI 路径的有力反击。那这5亿美元支持下，能否真正重塑 AI 生态，反击技术冷漠倾向？专家认为，这种基金合作模式若持续推进，有可能为 AI 设立新的道德锚点，为社会公正与科技融合提供可行示范。35，美国和中国互征港口费，扰乱全球航运。美国向中国船舶收取费用，以支持国内造船厂。据路透社报道，10月14日起，美国与中国在对方船舶上互征港口费，搅动全球航运格局。美国对与中国有关的船舶收取费用，意图扶持本国造船业；中国则对美国所有权、注册或运输业务的船舶课以反制费，将船舶首次入港收费或限定为1年内5趟。美国给予部分长期租赁船只特例豁免。此举是两国在航运领域的激烈对抗，一方面美国想压制中国造船业扩张，另一方面中国用港口费回应，引发双方在全球货运链中的冲突对峙。类似历史对抗策略曾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中出现，但少有直接作用于海运环节。这样的船只税战会对全球商贸秩序造成怎样长远冲击？海运专家警告，这种互征港口费可能使航运成本急剧上升，迫使公司调整船队策略，甚至重塑全球供应链格局。36，南非卫生部长赞扬新型艾滋病预防疫苗利纳帕韦，但指出供应有限。据 ABC News 引述报道，南非卫生部长 Aaron Motsoaledi 在2025年10月14日表示，长效注射剂利纳帕韦 Lenacapavir 是艾滋病预防的新突破，但当前供应却远远不足。
根据计划，初期2年配置45.6万人次及912,000G，部署于6个省，约23个高发地区，通过约360家公共诊所发放，预计从2026年4月起启动。资金由全球基金 Global Fund 提供2920万美元，加上南非 NOCOSA 500万美元。部长坦言，需求远大于供给。背景上，这款疫苗单人年成本已从28000美元降至约40美元。历史上，南非在抗 HIV 斗争中曾面临药价高企、供应不平衡等长期困境。这一次能否真正改变局面，仍引人关注。那在这种供不应求状态下，南非如何避免资源分配不公与谁先谁后的伦理争议？公共健康专家指出，要解决这一瓶颈，必须加快本地仿制、国际许可和生产链建设，否则依赖捐赠供给的模式难以支撑大规模推广。37 ，NVIDIA 推出价格实惠的桌面 AI 计算机，用于本地模型开发。据 The Verge 报道 ，NVIDIA 于2025年10月15日正式开始销售其名为 DGX Spark 的个人 AI 超级计算机，价格定为3999美元。这款设备尺寸仅为桌面级别，但搭载 NVIDIA GB10 Grace Blackwell 超级芯片，128GB 统一内存，最高4TB NVMe 存储，可实现1 petaflop 的 AI 性能。支持本地运行多达2000亿参数规模的模型推理与微调。具体来看，它预装了 NVIDIA 的全套 AI 软件站 DGXOS 加 CUDA 加 AI 工具集，并支持与另一个 Spark 设备联网来处理更大模型，最高约4050亿参数。在背景层面，这款产品是 NVIDIA 从大规模云数据中心向边缘与个人开发者下沉的一次战略转型。过去 AI 设备常集中在高能耗机房，成本高昂，而现在这一步骤或代表 AI 下沉时代的开端。对比历史 ,2016 年 NVIDIA 曾推出 DGXE 以服务 AI 研究 ,Spark 则是对原初心的回归。那么，这台售价3999美元的小型 AI 超算能否真正撼动云计算霸主地位，让小工作室也能造大模型？AI 硬件分析师指出 ，Spark 是一次把数据中心级算力拉到桌面的尝试，虽有内存带宽、扩展性的技术瓶颈，但对中小团队来说，门槛大幅降低，有望催生更多创新应用。38，最高法院维持对亚历克斯·琼斯14亿美元诽谤罪的判决。据卫报报道，美国最高法院于2025年10月14日拒绝受理亚历克斯·琼斯 Alex Jones 对14亿美元诽谤判决的上诉请求，维持此前 Connecticut 法院的裁决。核心事件是琼斯曾在其平台 Infowars 上宣称2012年Sandy Hook 小学枪击案是假事件，并污蔑受害者家属为危机演员。法院认定其言论对家属造成名誉和心理伤害。此前 Connecticut 陪审团最初判赔9.65亿美元补偿加4.73亿美元惩罚性赔偿，后在上诉过程中部分调整。琼斯在2022年宣布破产，但法院认定其不能利用破产来规避支付责任。在社会背景上，这起案件被视为言论自由边界与受害者权益保护之间长期冲突的典型案。历史上，美国法院曾多次审视媒体与公众人物诽谤诉讼，但很少有如此高额判赔。如今，琼斯在政治和媒体界的争议性身份，也使得判决更具象征意义。你认为这一判决会对美国极端言论平台造成怎样制度化威慑？诽谤法专家指出，该案判决可能成为言论责任新时代的标杆，为受害者提供司法救济路径，同时警示公众人物与媒体平台勿恣意妄言。39 OpenAI 成立专家委员会以提高人工智能安全性。据美联社报道， OpenAI 在2024年5月28日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安全与保障委员会 Safety and Security Committee， 旨在监督和提升其 AI 项目的安全决策流程。这个委员会将由包括 CEO Sam Altman、董事会主席 Bret Taylor 及其他技术与治理专家组成，负责在90天内评估 OpenAI 的安全机制，并向董事会提交建议。该举措出于此前公司解散超级智能对齐 Superalignment 团队后的舆论压力，以及对 AI 安全优先级是否被削弱的广泛质疑。
从更广泛的视角看，这反映 AI 公司在高速技术迭代与安全伦理之间的张力。历史上，多家 AI 实验室曾成立内部安全团队，而 OpenAI 的路径转变则暗示，在商业化浪潮下，安全审查正在被重新组织与制度化。那么，这个内部委员会能否真的防止 OpenAI 在竞赛压力下忽视安全风险？安全治理专家评价，虽然委员会首批成员多为内部人员，有被视为自家监管的争议，但也标志公司在治理机制上试图建立问责与内部制衡。若未来能引入外部监督，将更具可信性。40，德国议员呼吁在和平协议后解除对以色列的武器出口禁令。据路透社报道，德国副总理 Lars Klingbeil 在2025年10月12日表示，随着以色列与哈马斯停火，并有望签署和平协议，德国政府将重新评估此前于8月宣布的对以色列武器出口禁令。此次禁令最初是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区扩大军事行动的回应。禁令解除可能让德国重回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的行列。历史上，统一后的德国以对大屠杀历史责任为基础，一直是以色列最坚定的军事支持者之一。但2025年8月首次全面终止出口表态极具冲击性。那么，这一政策转变是否昭示德国外交立场正走向更灵活的武器政治重启？外交分析人士指出，这将是德国在支持以色列与追求人权压力之间的一次关键折中。一旦恢复出口，将被视为对以色列的再度拥抱信号。41，研究人员开发出有前景的3阴性乳腺癌疫苗。据 Science Daily 报道，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的科学家近期研发出一种基于纳米粒子的癌症疫苗，在动物模型中对3阴性乳腺癌 TNBC 展现出高达 88% 的无瘤率。该疫苗融合多条肿瘤特异性抗原，触发 T 细胞强烈反应，有效抑制肿瘤扩散。研究团队认为，这是迄今最具潜力的单一疫苗方案之一。TNBC 是一种极具侵袭性的乳腺癌类型，缺乏荷尔蒙或 HER2 靶点，传统治疗效果有限。历史上 ，TNBC 患者长期受复发率高、治疗选择少的困境困扰。如今这项突破或意味着，我们可能迎来首块针对 TNBC 的免疫预防盾牌。那么，当这疫苗进入人体临床试验，并逐步推广时，会否重塑 TNBC 患者的命运？肿瘤免疫学专家指出，这类疫苗若能在人体试验中延续高效性，将是乳腺癌防治历史上的一个节点，未来或成免疫预防的新方向。42，首艘集装箱船经北方航道完成中国至欧洲航程。据 Reuters 报道，中国集装箱船 Istanbul Bridge 于2025年10月13日从中国宁波舟山出发，穿越北极北方航道 Northern Sea Route， 于20天后抵达英国 Felixstowe 港，创下东西方航线的新纪录。该航线比传统经苏伊士运河或绕好望角路线缩短近一半时间。此次航程载运约 2.5 万吨货物，并由俄罗斯极地航运系统提供导航与支持。气候变暖使得冰层融化，为此类极地航线提供可能。历史上，北极通道常因冰层封锁、环境风险和基础设施匮乏而难以商用。此次成功穿航被视为极地商运元年的标志。那么，这条新开极地快线是否将重塑全球物流版图，动摇传统海运霸权？航运专家警告，虽然极地航线节省时间，却也面临冰况不稳定、救援资源稀少、环保敏感区等高风险，其商业化还需多年验证。43，中国对稀土元素实施出口管制，贸易战升级。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中国宣布自本月起对部分稀土金属实施出口管制，以维护国家安全与资源利益。受影响金属包括乙、铬和锑等关键稀土，用于芯片、导弹和电动车电池。此举被外界视为对美欧限制中国产品的反击。自2023年起，全球稀土供应链持续紧张，而中国掌握约70%稀土精炼产能。历史上，每当中国出手，全球高科技产业链都会震动。这次是否意味着稀土战正式升级为供应链冷战？经济分析师指出，若出口管制长期化，将迫使西方加速供应链去中国化，引发技术格局重组。44，
IMF 首席经济学家称，美国 AI 投资热潮不会引发金融危机。据路透社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奥利维尔·古兰夏斯表示，美国的 AI 投资热潮虽然规模庞大，但并非泡沫式扩张，金融体系风险总体可控。他指出，与上世纪互联网泡沫不同， AI 投资集中在具实用价值的基础设施和半导体领域。IMF 分析称 ，AI 产业或提升美国潜在 GDP 增长率至 3%。然而，在全球经济放缓背景下，这样的 AI 繁荣是否会掩盖新的风险？金融学者认为，若监管缺位， AI 热潮虽不致崩盘，却可能导致资本过度集中，加剧贫富分化。45. 新型药物组合有望治疗晚期前列腺癌。据独立报报道，英国伦敦癌症研究所团队公布一种新药组合疗法，将 PARP 抑制剂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使用，在临床试验中让 62% 的晚期前列腺癌患者肿瘤明显缩小，患者平均生存期延长约8个月。研究者称，这是晚期患者重获希望的重要突破。历史上，前列腺癌一旦扩散，几乎无法根治，而此结果为免疫治疗开辟新方向。这是否意味着无药可治的时代即将结束？肿瘤学专家指出，若该疗法通过3期试验，可能成为未来癌症治疗的新标准。新闻日日更，世界在手中。今天的时事快线就到这里啦，有想法的朋友，我们评论区聊聊，明天见。